朋友们，到底怎么样用 AI 生成好看的有电影质感的影片？今天告诉你们，包括构图、灯光、互补色调搭配，还有指定拍摄器材、镜头运动等等。今天用到的这款应用，还可以指定同一个角色来生成不同的场景影片。另外，我会教大家怎么样生成角色丰富多样的脸部表情和动作，然后通过抠像来搭配你想要的场景动画。不要走开，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，先给我点点关注，马上带你上车。OK， 打开 Video 网站相关链接，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范例。OK， 可以看到这里有文本生成影片和图像生成影片，特别提到30秒内可以生成一个4秒的影片，速度非常快了。Cinematic Quality 电影质感，这也是 Vido 模型最大的一个卖点。生成的影片利用了光线、迷雾还有色彩构图这几个大类，吸引了视觉的效果，来让影片成效达到了电影的品质。另外还有 Upscale 提高影片分辨率的功能， Character to Video 指定角色来生成场景影片，甚至可以做到一部完整的动画，后面我也会详细讲到。OK， 登录成功，可以看到旁边有80个积分免费赠送，旁边是可以选择中文网页还是英文网页，点击中文好了。再来到旁边 AI 视频这里单击一下，来到 Video 的创建面板，非常的简洁。在这里我们可以上传图片进行图生成视频，也可以直接输入文本提示词进行文本生成影片。比如一个年轻女孩穿着裙子，戴着眼镜，走在夜晚的东京街道上。再来到左上角的设置这里点击一下，可以看到有2种风格，写实和动画风格。生成影片的时长呢有4秒和8秒。8秒需要订阅会员才能生成，但是在我以前的影片里面也提到了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把影片的最后一帧截取下来，再进行图生影片，来做出后面的持续片段。在Vido这里后面我也展示给大家，所以我们暂时不需要订阅计划。OK， 生成写实的影片，再回到创作这里，可以看到提示词的下面有一个描述词优化，它会自动将我们输入的比较短的提示词呢扩展为比较详细的提示词，来提高生成影片的效果。但是呢，勾选了这个描述词优化的选项之后呢，也有可能会过度创意。OK， 先点击下面生成按钮，可以看到需要4个积分。OK， 非常快，不到30秒影片就生成好了。播放来看一下，是不是跟我们以往生成的结果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？比如角色的穿着更加贴近真实的外出场景，比如我的提示词并没有提到漂亮、美丽、性感，那么出来的角色呢，就是一位普通的年轻女性。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，还有开汽车的，热闹的氛围是有了，但是我要教大家几个方法，让你把影片做得更有质感。OK， 来到左边提示词输入框，同样的描述，但是加上了景深，还有光圈 1.4， 在索尼 FX6 上拍摄。生成的影片色调是要互补的，比如蓝色和橙色。设置景深可以模糊背景，把主题清晰对焦，观众就会集中注意力，接收你最想要传达的影片内容。F1.4 相机光圈设定，这个数值越小，虚化的程度就越大。我把摄像机类型也指定了，比如索尼 FX6 就是一款能提高作品质量的电影摄像机。影片里不同对象的色调要互补，比如蓝色和橙色、黄色和紫色，会让你的影片提升一个观感。OK， 同样是打开描述词优化，点击生成。OK， 来看一下这次生成的结果。虚化的效果让主体非常清晰，而且进行了有效构图。比如3分法，人放在了镜头1/3的线上，但是还需要提高一下影片的分辨率。来到影片的下面有一个画质提升的按钮，点击一下。
在左边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，稳定和创意。创意模式呢还没有发布，我们点选稳定，然后点击底下的超清按钮。OK， 放大看一下效果。升级之后，视频分辨率提高到1080，重新渲染，而且修复了一些细节，整个影片连贯性好了很多，也从16帧升级到了24帧。再来生成一个有多一点场景对象的影片，比如一个女人在河边弹吉他。Vidu 也有随机描述词的功能，点击一下的话呢，它会帮我们随机生成一些场景片段。比如这个，它描述的是2个人在喝茶，分别对左边和右边的人进行了描述，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喝茶的场景描述。我们可以生成来看一下。刚刚弹吉他的也生成看看。OK， 点击等待影片生成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喝茶的。2位穿着旗袍的女性在品茶，可能是因为 Vidu 是申树科技和清华大学合作推出的一个模型，所以它生成的结果很具有中国风。大家要在提示词里详细把角色的衣着和风格打出来，才会生成你想要的结果。虽然这位女生穿着旗袍在弹吉他，但是这个影片人和场景的构图效果是很好的。再来看看 Vidu 的图片生成影片功能。点击上传图片，这个功能好的地方呢，它就是给图片的用途做了2个功能定义，一个是把图片用作起始帧，可以理解为就是完全按照我这个图片来生成一个场景影片。第2个选项呢，就是参考人物角色，可以理解为在图片中的这个人物，以这个人物来生成另外的场景，就不一定局限在这个人物在做的一个图片里的运动了。我们可以通过在提示词描述来使用参考人物角色这个功能，后面我再讲。先以这张图片来选择一个用作图片作为起始帧来生成影片，在提示词这里可以描述一下，比如一位男士在玩滑翔伞。 OK， 点击生成。 OK， 来看一下效果。他理解了男生拿着自拍杆在记录滑伞的过程，所以整个人就没有滑出去。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相机的旋转倾斜运动让我们看到了上面的滑翔伞。男生的眼睛也随着往上看，阳光从脸的一边照了过来，确实有把光影构图和镜头运动这些电影要素展示了出来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在生成不同影片中 Vidu 的角色一致性做得怎么样。 OK， 把我的角色图上传过来，选择第2个参考人物角色，让这个小男孩作为我后续生成影片的一个主角。比如在提示词里面可以输入小男孩的动作和场景，小男孩走路穿过斑马线。如果想要生成的每个影片小男孩的衣着一致，我们可以添加上他的衣服和裤子的款式和颜色，比如穿着白衬衫和棕色裤子。 OK， 点击下面生成按钮，等待影片生成。同样的方法还是上传刚刚的那张小男孩角色图，选择参考人物角色，小男孩的衣着是一样的，让他来到餐厅里面吃饭，端起一杯水来喝。 OK， 点击生成。再来创建一个吃汉堡的场景吧，选择参考人物角色。 OK， 点击生成影片。 OK， 3个影片都生成好了，全部都是用了我指定的一个小男孩角色。 OK， 来看看3个影片的效果怎么样。小男孩走在马路上，镜头拉远，然后又靠近，应该是饿了，赶着去吃东西。来到餐厅，坐下来喝了口水，很舒服的样子，准备点一份汉堡，很开心的享受了他今天的午餐。
其实微读在生成参考角色的不同表情这一块也做得很不错。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思路，比如生成角色非常害怕的表情动画，然后再生成爆炸或者龙卷风的场景，通过抠像把它们结合起来，那么就能完全把控到动画的生成效果了。OK， 我上传另一张图片，创建角色不同的表情，选择第一个用作起始帧。在提示词这里输入女孩看起来很生气。OK， 点击下面生成按钮，等待影片生成。OK， 来看一下效果。女孩本身是笑着的，然后她就变成了很沮丧、很生气，并且她还会有一个身体的小幅度的运动，还有手臂的动作来创建这个生气的场景。OK， 再来生成一个女孩害怕的表情。为了在女孩的后面添加动画场景，所以我在提示词这里输入女孩站着不动，还有相机运动是静止的。OK， 点击生成按钮。OK， 来看一下害怕的表情。女孩非常害怕的跑走了，虽然她没有站着不动，但我觉得这个效果我也很满意。如果不满意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重新生成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生成的2个不同的表情，它的背景呢都跟我提供的图片的后面的背景是蓝色一样的，这是因为我选择了用作起始帧，所以生成的结果的背景呢也是蓝色的纯色背景，这样比较方便我后期添加场景动画的时候来抠图。而如果我选择了参考人物角色的话呢， AI 会根据我的提示词来生成新的场景，并不是纯色的蓝了，它只会保证是同一个人物角色来按照我的提示词生成结果。OK， 可以看到生成的结果是在一个很恐怖的森林里面，小女孩看起来非常的害怕。OK， 继续为这一个小女孩害怕的影片做一个背景动画，上传一张龙卷风的照片，选择用作起始帧。提示词这里我不输入，生成看一下结果。OK， 来看一下效果。确实是一个很让人害怕的场景。我们可以把影片提升画质之后呢，点击下载下来。同样的，小女孩的表情也可以提升画质再下载下来。而且因为用作起始帧这个功能可以保证动画的开头帧完全一样，那我可以通过倒放把2个4秒的动画无缝衔接起来，做成一个8秒的持续动画影片。OK， 打开剪映，把做好的龙卷风影片和小女孩的2个害怕的表情都导入进来。OK， 添加到时间轴上，把表情放在龙卷风的上面。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抠图的操作，点击一下页面，来到右边抠像这里，点击色度抠图，选择这个取色器，然后点击一下背景的蓝色，调整一下强度。OK， 差不多我们就看不到背景了。第2个片段是同样的操作，把龙卷风还有小女孩害怕的表情都拖到时间轴上，先把颜色抠涂好，调整到大概6到8，一边调整滚轮的数值，一边观察一下画面里面的效果，不要调得太大了。OK， 因为2个表情影片的起始帧都是用的同一个图片作为起始帧，所以我们可以把第1个影片倒放一下，点击这个按钮，倒放影片，这样第1个片段的最后一帧跟第2个片段的开始帧就一样了。龙卷风的片段同样的操作，倒放一下第1个片段，这个方法就把2个片段衔接上了。OK， 我们播放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本来还庆幸龙卷风在很远的地方，结果下一秒它就冲过来了。OK， 右上角点击导出影片，通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免费生成不限时长的场景片段了。
OK， 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